欢迎收看频道 DH 娱乐新闻，订阅频道，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涵盖以下内容：杨紫被网友质疑偷税漏税，沉香如片片酬过亿引发热议。近日，一则杨紫在沉香片片酬过亿的消息引发广泛关注。据第一财经日报报道，杨紫2021年拍摄该剧片酬过亿。不过，当时杨紫并未与欢瑞世纪解约。欢瑞公开的财报显示，演员们2021年工资收入只有4000万。这一数据对比引发网友质疑欢瑞是否与杨紫串通造假账户避税。杨紫因沉香片片酬过亿的消息引发广泛关注。据第一财经报道，杨紫在2021年拍摄该剧时，片酬过亿。不过，这个数字引起了争议，因为当时杨紫尚未与欢瑞世纪解约，而这个数字却引发了争议。欢瑞公开财报显示，2021年演员片酬总额仅为4000万。如此巨大的薪酬差距，引发舆论质疑欢瑞世纪是否与杨紫勾结，是否在财务报表中做假账逃税。网友们对这种情况表示质疑和不满，认为其中存在不公平手段。这也引发了对娱乐公司与明星之间的合同和片酬分配进行监督和规范的呼声。一方面，杨紫凭借在剧中的出色表现和超高人气，成为了人气颇高的女演员，因此她拿高片酬的情况也并不罕见。但与此同时，娱乐圈的薪酬体系和合同细节也饱受争议。这一事件再次引发公众思考演员片酬是否过高，是否合理。欢乐世纪公开财报与杨紫片酬的出入，也引发了对明星片酬真实性、透明度的质疑。这不仅仅是涉及演员个人的事件，更引发了整个娱乐行业体系的反思，促使相关部门对片酬、合同、财务报表等进行更严格的监管和规范。总体来说，杨紫凭借沉香收入过亿的消息，引起了媒体和公众的广泛关注，也引发了对娱乐产业体系的一系列质疑和反思。这不仅关系到明星片酬的公平性，也关系到娱乐公司的管理和财务透明度，为整个行业的改革和监管提出了新的课题。自限薪令出台以来，明星天价片酬问题受到国家相关部门的严格监管。然而，此次被曝光的杨紫片酬却似乎有违常理，无视限薪令。不少网友和反粉丝开始喧哗，要求有关部门严查杨紫的税务问题，并为此给出明确的解释。自限薪令出台以来，明星片酬问题引起国家相关部门的严格监管。不过，近期杨紫被曝光的薪资似乎违反了限薪令，引起了众多网友和反粉丝的强烈不满，要求相关部门对杨紫的税务问题进行严格调查，并给出一个明确的交代。限薪令旨在规范娱乐行业薪资水平，防止薪资过高给整个产业链带来不利影响。但被曝杨紫片酬过亿，在一定程度上无视这一规定，引发舆论广泛关注。网友纷纷表示，明星应严格遵守国家规定，不应利用特殊身份逃避规定。他们还质疑一些企业和个人是否利用各种手段规避限薪令。社交媒体上，有网友呼吁有关部门彻查杨紫的税务问题。他们认为，明星的高片酬应该受到相应的税收规定和限制，以确保社会公平。这一事件也引发了公众对明星纳税问题的广泛关注。人们开始关注明星是否履行了纳税义务，是否存在纳税问题冒险。针对这一争议，一些杨紫的支持者认为，明星片酬是市场调节的结果，不应该过度干预。他们表示，明星片酬的高低要根据市场需求和市场价值来决定，不应该过度干预。这一表态引发舆论分歧，凸显社会对限薪令实施的不同看法。在此背景下，相关部门可能面临较大舆论压力，需要对杨紫税务问题进行公正、透明的调查。这也为今后对娱乐行业的薪酬和税务问题进行更严格的监管提供了参考。整个事件也引发了对娱乐行业规范和公平的深刻思考，促使相关部门进一步加强对明星片酬的管理和监督。在娱乐行业，税务问题一直是一个敏感而复杂的话题，尤其是欢瑞这样问题频发的公司，旗下艺人袁冰妍已经因为税务问题丢掉了工作。
在此背景下，杨紫的税务问题无疑引发更多关注。然而，在2年前的纳税热潮中，大牌艺术家已经缴纳了税款。近2年来，在严格监管下，他们不应铤而走险实施犯罪。事实上，古代木偶戏一直是天价片酬的重灾区。在限薪令之前，杨紫作为古代木偶戏的主演，一部戏的片酬往往高达5000万至7000万。虽然限薪令下达后，她的工资有所下降，但1亿工资的说法显然有些夸张。真相是什么？我们希望有关部门能够深入调查，给公众一个明确的答复。同时，我们也希望娱乐行业的艺人能够自觉遵守国家法律法规，诚实纳税，不要让税务问题成为他们事业的绊脚石。沉香如薯片收差评，剧情被批评幼稚，杨紫演技被嘲。沉香如片正在热播中，无数观众翘首以待。这部剧让观众想起了原版的香蜜沉沉烬如霜，让人觉得有些遗憾。但现在沉香成辉的出现，却安抚了观众心中的遗憾，仿佛当初的梦想已经实现了。欲望。为了满足观众的好奇心，首播时一次性更新了5集。这种贴心的安排令人感动。原本以为会看到不一样的剧情，但结果却有点令人失望。整部剧的剧情依然延续了古装仙侠爱情的风格，主角是一对神的后裔。从最初的互相误解甚至厌恶，到互相支持，逐渐接受对方，共同选择拯救苍生。这部作品的剧情并不是原创，而是借鉴了很多小说和电视剧的元素，只是由不同的演员来扮演角色。从剧情设定上来说，女二对皇帝产生了爱情，并通过变黑来达到自己的目的。这个剧情对于观众来说并不陌生。难能可贵的是，孟子怡在演绎这个角色时演技非常好，因此观众对于剧情设定的期待并没有得到满足，甚至感觉缺乏新奇的元素。这也是近年来仙侠电视剧中的普遍现象。可以说没有什么重大的创新，甚至连之前的支持者都觉得过于公式化，甚至在电视剧还没完全播出之前就已经可以预料到结局了。剧中，杨紫因角度或滤镜问题，造型出现波动，面部表情有时显得僵硬，让人不舒服，难以融入剧情。与女二孟子怡同框时，孟子怡的颜值和状态都显得更胜一筹。孟子怡以独特的妆容、发型和服饰成为亮点，进一步凸显了她的仙气。然而女主的风头却被女二抢走了。另外，杨紫的演技也延续了她一贯的风格，与她之前的表演有些相似。有网友指出，杨紫的演技还需要磨练。虽然剧本可能大同小异，但作为一名优秀的演员，她应该有自己独特的理解和诠释。男主角由程毅饰演。当她第一次出现时，她看上去就像一位帅气迷人的仙女，但她随后的台词却让观众有些摸不着头脑。剧中虽然选用了程毅的配音，但显然未能完美契合台词，甚至造成台词与声音脱节。观众对此提出质疑，认为该剧漏洞太多，甚至影响了他们对剧情的投入。值得注意的是，整部剧中微亚戏的效果并不理想，观众仿佛在电梯里，飞行过程太僵硬，就像垂直坠落一样。虽然这部剧等待已久，但并没有带来预想的惊喜，反而呈现出粗糙的视觉效果，让很多观众在刚播出时就感到遗憾。童话剧的独特之处在于，如果没有新鲜感，就很难突破现有的局限性。近年来，童话剧的泛滥让观众产生了审美疲劳，因此，想要吸引观众的注意力，就必须有创新的思维，充满独特的想法，才能获得最高的收视率。如今的仙侠剧几乎大同小异，只是演员阵容有所不同，其他方面几乎没有什么创新。如果这种情况持续下去，不仅不利于童话剧的发展，甚至可能导致其停滞不前。当我第一次看到这部剧的时候，激烈的打斗场面就已经预示了它的未来。这个有趣的开场确实吸引了观众，但由此产生的荒谬的视觉效果不可避免地让人有点厌倦。因此，观众在看完之后，从不同的角度表达了自己的看法和看法，有赞扬，
也有批评，但无论怎样，这都是对节目最基本的尊重。我们希望中国的童话剧能够突破传统，不再局限于一部又一部的电影。只有不断创新，这个行业才能更好发展。创新不仅是行业的需要，也是观众的期待。让我们在剧情中融入创新元素，给观众带来全新的体验。进步是一种学习，是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可能会遇到不理解、被质疑。不过，只要坚持，一切都会变得更好。我们的新闻部分文此结束，欢迎把你们的想法留在评论区，大家一起讨论一下。欢迎，也别忘了帮我点个赞加关注谢谢大家。